我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一边保证爱自己的老公，一边和老板搞小动作。这个男人上的厅堂下的厨房，工作能力强，穿上围裙是大厨，戴上腰带是假面骑士。他叫田川，有个温柔的新婚妻子小兰，睁开眼睛就撒娇，让我再睡5分钟。亲亲抱抱的起床气，哪个宅男受得了？田川的心都化了，好可爱。每天心甘情愿做早餐，可是小兰上班要迟到了。伦家虽然很想吃，但是没办法。没关系，田川早就准备好便当。不过，老婆，你的脖子上怎么有个草莓印？不是吧？被虫子咬了吗？真讨厌，真是让人不省心。田川温柔地抹上花露水。别看小兰温顺的像只猫，只要碰她的手机，马上变身母老虎。田川无条件相信小兰，保证不会看手机。不过小兰不放心。话说，你有看我手机吗？小兰表面笑嘻嘻，转过身来，吓死个人。名人出轨在网上都传疯了，朋友让田川长点心。嫂子这么漂亮，别被人偷了基地。田川可不在意他们的感情螺旋纹。生日礼物都准备好了，再给朋友看合照，羡慕死你。打脸就像龙卷风。小兰正在公司资料室和领导上演《速度与激情》，一脸娇羞地责怪领导坏。领导掏出生日礼物堵住嘴，还要挑判小兰的结婚戒指，也是一个牌子。讨厌，怎么这么恶趣味？领导可就来了劲。趣味啊，不是还没做吗？要做吗？可怜的田川还在家里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，老婆在短信里各种工作忙，肩膀酸。再看看班级群里，别人都在晒娃，自己结婚了却像个孤家寡人。好不容易等到老婆回家，别人说吃过了。小兰一看田川不开心，开始装可怜。我真是没用啊，明明已经有这么优秀的老公了，每天却只知道工作，我们俩不太相配吧？这怎么会？田川立马上去一个拥抱，提前把生日礼物拿出来助助兴。小兰满脸开心，背后却是这副模样。好笑归好笑，表面功夫还是要做足。戴上项链给田川看，是谁送的就不知道了。再把手机壁纸换成合照。傻乎乎的田川还不是被哄得服服帖帖，连生孩子的想法都没了。还是先不要孩子吧，毕竟光是2个人在一起就已经这么幸福了。小兰越来越频繁的加班晚归，田川没有半天怀疑，和朋友在酒吧傻乐，向朋友取经有什么庆祝生日可以去的好店。田川一心想着老婆，却不知道老婆正和领导幽会呢。而且就在这家店，还巧合的被朋友撞见。朋友傻了自己的乌鸦嘴咋就这么灵验？但是对游川实在说不出口，开始怀疑什么是爱情。嫂子明明很温柔，怎么会搞外遇？最后还是没忍住，在刚才的店里，你老婆和一个穿西装的男的在一起。田川才不信，小兰才不会那样。今天只是错过了末班车，在公司加班呢。确实在和领导加班。领导还很贱地问小兰为什么出轨。老公长得帅，会赚钱，又听话，难道是哪里有问题？你不说的话，我是不会继续的。小兰不情愿地说出理由。我老公啊，温柔过头了，有些美中不足。这3观简直炸裂。小黑的话虽然没让田川认清事实，却在他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。小兰回家之后，田川试探性地将自己今天去酒吧的事情告诉他。果然，小兰的脸上浮现出片刻的恐慌。虽然他很快扯开了话题，但田川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不自然。紧接着，田川提出要和小兰做些夫妻间该做的事情。刚和阿森滚完床单的小兰当然没有同意，这让第一次被拒绝的田川大受打击。当田川一个人躲在浴室泪丧的时候，小兰正得意洋洋地编辑着自己的社交账号，通过分享绿茶教程收获了大量粉丝。田川洗完澡后，发现小兰抱着手机睡着了。这一瞬间，他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偷看妻子手机的想法。为了驱散自己心中的迷茫，田川唤醒小兰，认真地向她提出了要个孩子的建议。没想到小兰熟练地对田川使用了反洗脑大法，责备在家里工作的田川不理解要上班的自己有多么辛苦。田川又悲伤又自责，连忙低声下气地向小兰道歉。隔天早上，小兰在幽会地点向阿森抱怨田川突然想要孩子的事情，阿森则笑嘻嘻地向他展示了自己儿子的照片。原来阿森也是婚外出轨，这对渣男渣女还真是般配。转眼到了小兰生日当天，他谎称自己要加班，把满心期待过2人世界的田川丢在了家里。与此同时，阿森也无情地抛弃了嚎啕大哭的儿子和焦头烂额的妻子，兴高采烈地赴小兰的约。当田川卖力地为小兰制作生日蛋糕的时候，小兰和阿森正在酒店里翻云覆雨，仿佛他们才是一对恩爱的夫妻。深夜，小兰回家后，发现田川为了她将家里布置一新。小兰兴奋地拍下了蛋糕和装饰，打算发到社交网站上，对布置这一切的丈夫却视而不见。就在田川以为2人今晚又要同床异梦的时候，小兰突然热情地邀请他一起造人，让田川受宠若惊。然而当2人亲密地抱在一起后，田川闻到了小兰身上的烟味，他本能地排惊这一股味道，拒绝了和小兰为爱鼓掌。小兰顿时气得七窍生烟，但高段位绿茶是不会轻易暴露自己本性的。
他立马换上温柔的笑脸安慰田川。紧接着，小兰谎称接到了工作电话，溜到客厅里向阿森抱怨计划失败了。原来小兰和阿森计划着生一个孩子，让老实人田川替他们接盘，这真是渣得人神共愤啊！隔天早上，小兰若无其事地带着田川做的爱心便当来到公司，谎称是自己做的，引来了一片赞美之声。这一夜，他和阿森约好了一起去酒店，随便编了个加班的借口，打发了在家里苦等他的田川。另一边，田川凭借着小兰落在家里的文件，决定打着送文件的名号确认小兰是否在加班。等到田川赶到小兰公司时，一个惊雷般的消息让田川整个人如坠冰窗。原来小兰几乎不怎么加班，此刻迷茫的田川只好向麻衣和小黑求助。根据他的描述，热衷于网上冲浪的麻衣搜索出了小兰的秘密社交账号，在他的账号里，阿森才是他的男友，田川只是一个舔狗男同事，而田川辛苦为他做的一切都变成了闺蜜为他做的。更离谱的是，田川送给他的项链也被挂在网上低价抛售了，证据赤裸裸地摆在自己面前。田川终于接受了事实，他最爱的妻子小兰出轨了。虽然麻衣和小黑极力劝说田川找小兰摊牌，但他一看到小兰的脸就心软了。他没敢把社交网站的帖证搬到小兰面前，而是说起自己发现小兰没在公司加班的事情。小兰面对田川的质问毫不动摇，熟练地发动了绿茶三式：一是假哭引起田川的同情，二是反过来利用田川的不信任，怀疑他对自己的感情淡了，三是用自己来诱惑田川沦陷。傻白甜的田川完全不是小兰的对手，被他牵着鼻子走。好在他用自己最后一丝理智拒绝了和小兰同房，否则就要背上喜当爹的风险了。为了出小兰的狐狸尾巴，麻衣和小黑给田川出了个主意，让他在小兰谎称加班出门时，偷偷跟在他身后。果然小兰没有去公司，而是和阿森手挽手亲密的去酒店了。田川想拍下这一幕作为证据，但他看到手机壁纸上和小兰的合照时，又颤抖着下不去手了。田川卑微的给小兰留了语音，告诉小兰自己会做她最喜欢吃的菜，等她回来。这一刻，田川心中五味杂陈，却舍不得打破夫妻恩爱的这一层假象。就在这时，身旁突然传来了女人的呕吐声。这个女人就是阿森的妻子梨子，她偷偷同步了阿森的聊天记录，获取了阿森出轨的有力证据。即便已经知道阿森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，即便阿森总是无缘无故动粗，她还是想为了孩子和阿森继续生活下去。看着屏幕上露骨暖胃的聊天记录，田川再一次感觉到强烈的无力感。自己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小兰，为什么要出轨呢？另一边，小兰和阿森正互相抱怨着自己的另一半。阿森嫌弃梨子是个不懂风情的老古板，小兰嫌弃田川是个无趣的老实人。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老古板和老实人已经碰面，留下了联系方式。田川因为受不了小兰出轨的打击病倒了，小兰却抱怨田川没做晚饭，害他只能吃泡面。看着眼前没有丝毫愧疚的小兰，田川不禁有些怀疑人生。这一刻，田川下定决心，他一定要让玩弄自己感情的小兰付出代价。隔天早上，田川的病还没有好，小兰就迫不及待地和阿森约会去了。两人情到浓时，小兰忍不住对阿森说道：“不如我们都离婚吧。”阿森考虑到儿子还小，自己又在升职的重要关头，不敢轻易跟梨子离婚。这一刻，小兰和阿森伤感地抱在一起，仿佛他们是一对被命运拆散的苦命嫁秧。然而小兰不知道的是，阿森在和她分开后，马上又和公司里另一个女同事高桥搞在了一起，还在高桥面前嫌弃小兰。看来绿人者也有被绿的时候。晚上，小兰发现丈夫还在床上躺着，以自己马上要出差不能感冒为由，要求田川到沙发上睡。田川心里非常清楚，小兰所谓的出差是和阿森去旅行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小兰，还反过来把小兰赶到客厅。小兰察觉到丈夫对自己变得冷淡，贼喊捉贼，指责田川出轨，把已经知道他真面目的田川气得面目全非。第二天早上，小兰得知阿森决定让高桥和他一起出差，顿时心态崩了。即便巧舌如簧的阿森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来安慰小兰，敏锐的小兰还是察觉到阿森对自己的态度没有以前亲近。紧接着，自以为已经成功上位的高桥来找小兰示威，两个高段位绿茶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第二天，小畅发现小兰留在家里，森子向她解释，可能是因为他们俩吵架了，自己的老公可能要和小兰分道扬镳了。小兰一失去阿正就觉得特别空虚，于是她就去找小畅，想和他纠缠不清，还说自己欲望强烈，难以抑制。可小畅已经对他非常反感了，怎么会答应这么荒唐的要求？别提你不满足了，纵使你把脚放我脖子上，我也不会屈服，还自称好丈夫。那你考虑过当好妻子吗？小兰因愿望没满足，老喊着阿正，阿正则老叫小高。
后来小兰遇见了阿明一家，邀请他们一起喝咖啡。阿明的妻子对这不知羞耻的女人嗤之以鼻，然后说出小畅已经知道小兰有外遇，但小兰不但没慌，反倒异常镇定，还说她也知道小畅已经察觉这事，不过不要紧，反正小畅这种怨妇是不会离婚的，因为她也害怕失去他。当阿明的妻子责怪他不顾家时，他居然说：烂透了，我怎么了？啊，意思是出轨啊，现在谁没出轨啊？听后阿明气得要命，兰子对你一心一意像傻瓜一样，而你竟然背叛了这么好的人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但小兰的回答又一次震惊了阿明夫妇的价值观底线。阿畅对我而言就是白米饭，每日必吃的主食，但我不仅仅满足于做个乖学生，既想吃零食也要尝甜品。后来阿明把谈话告诉了小畅，小畅感到一阵晕眩，没想到妻子竟这么卑鄙，这让小畅更决心离婚。阿明好奇小畅当初为何娶小兰，小畅便讲述了那段旧事。原来小畅曾有个青梅竹马叫茉莉，他们俩感情很深，但不幸的是茉莉突遭车祸去世了。此后小畅长时间郁郁寡欢，偶遇小兰时，他正说自己也失去了伴侣，于是两位心有伤痕的人开始相互疗愈，最终步入了婚姻殿堂。既然妻子已食言，不必再对他留恋了。接着小畅找了律师，并出示了小兰和阿正的聊天记录。律师说小畅可以获得一些赔偿，但是当前证据不足以证明妻子有外遇，最好能拍到他们秘密会面的照片。然后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了使离婚更对您有利，您是否决定为此而努力？小畅坚决表示对妻子不再有感情，我决心一心一意收集证据，不再冲动行事，错过机会。然后他和森子通过浏览小兰的社交动态得知，妻子即将和阿正去看电影，他坚决要拍到证据，还和森子机长共同作战。这时候阿正和小兰看完电影正在散步，阿正其实已经厌倦，正打算向小兰提出分手，但是什么？今晚绝对不让你回去。果然平胸而论自己还是喜欢小兰，便带小兰去了宾馆。小畅在后面拍下了这让人气愤的场景。小兰回家就让丈夫做饭，可小畅再也忍不了妻子的刻薄了，那就意味着，慢着，我怎么可能给你做早餐？你居然还敢这样跟我说话？什么？明明是你出轨，在家根本满足不了，如果他有你一半的精力，我也没那么孤单。看好了，这一对狗男女又开始搞事了。小兰刚跟阿正完事就回家了，还打算跟丈夫小畅再来一次，于是帮小畅脱了衣服。小畅也准备好迎战了，但当他靠近小兰时，发现小兰调整姿势准备好迎战，还不让小畅碰安全装备。但一想到妻子的香味，小畅马上撤回刀子，提不起半点兴趣。小兰接着向阿正诉苦，阿正立马说要补偿他。第二天阿正就发出邀请，小兰一心动就答应了，然后告诉丈夫自己加班。小畅即便再傻也开始起疑了，于是他打算去公司查探，但这么做似乎又表明他不信任妻子。思索间他发现小兰留在家中的文件，这下好了，他可以借送文件为由去公司。即使这样，他还是在自我安慰，我只是关心妻子而已，只不过是带文件给他。在公司楼下，他碰到了妻子的同事，同事说小兰今天没加班，而且早早就回家了。同事还提到小兰做的便当非常好吃，还说小畅真有福气，娶到这么棒的老婆。他却不知，小畅每天都会亲手做便当，还把这事跟阿明夫妇分享了一下。阿明的妻子搜到了小兰的社交媒体，意外发现她竟是个有2万粉丝的网红。不光这样，小兰还晒出了收到的2条项链，却对她丈夫只字不提，只说这些都是男友的礼物。小畅忍不住感叹，原来我被认作是男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然后回家了，他怀疑妻子是否有外遇，但妻子立刻回应，我怎么可能有外遇？我会出轨吗？然后她伤心地埋怨丈夫不信任她，自己天天加班，不就是为了家吗？她说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贼喊捉贼，难道你已经开始有外遇了？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了。不得不说，小兰的反击真是太完美了。
小畅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然后他按照朋友的建议去盯着他妻子，接着目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。妻子本称加班，却出现在酒吧。开始他喝了瓶肾宝，然后又到药店买了避孕套和能量饮料。他居然还依偎在别的男人怀里。想到妻子平时那纯洁的笑容，对比一下现在的情形，真是让人恶心。自己每天全力去爱她，结果却是这样的背叛。一想到这就觉得恶心，正准备呕吐，却见旁边一女人先吐了。这女人叫森子，阿正的老婆，也是尾随丈夫来到这里的。她给小畅看了小兰和阿正的对话，确认他们确实做出了过分的事，还提到有次自己跟踪丈夫，被抓后遭了一顿痛打。她已经准备好要离婚了，但多情的小畅此时仍抱有希望。我清楚，他正肆无忌惮地出轨，但他还抱着他可能会回心转意的希望。小畅因此事头疼得像要裂开，躺在床上浑身软弱无力。但妻子回来后，不但不关心，反而理直气壮地说，毕竟都是成年人了，不能自己照顾好自己吗？我下周还有个重要出差，别把病传给我哦。感到非常震惊，这态度也太过分了吧，真以为自己是傻子吗？然后小兰推门虚伪地说，爱你哦。小畅火大了，像你这种人简直是对爱的侮辱。他恍然大悟，也释然了，对妻子不再抱有幻想。这就是我亲爱的妻子，她是我见过最无耻的女人。她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爱她的老公，但在公司还是老板的情人。她名叫小兰，在老公面前，她装作一个柔情似水的小猫。老公小畅也非常骄傲能娶到这么可爱的妻子，甚至送她去上班时都依依不舍，还总是在朋友面前夸耀他们多恩爱。他对妻子绝对信任。那天小兰要去上班，小畅突然看到他脖子后有个草莓大的红印，妻子说是被蚊子咬的。小畅仔细地帮他涂了药膏。晚上妻子回家时，他已经准备好了美味的晚餐。人生美满就是这样。但第二天，小畅注意到妻子的手机不停地响，走过去一探究竟。就在他伸手的时候，我手机忘带了。小兰说那是保密工作。临走前又问了一句，你没看我手机吧？没看呢。确认阿畅没看后才安心走了。刚出门他就笑了。小畅找到朋友阿明，向他炫耀给小兰买的礼物，还没完没了的称赞小兰既美又贤惠，听得阿明羡慕得不得了。开玩笑提醒他留意妻子可能有外遇，毕竟今年不少表面美满的夫妇都红杏出墙。但小畅还是信任他的妻子。结果却如阿明预料，小兰刚到公司就跟老板搞起了暧昧，抱怨昨天阿正的唇印没擦。为了安慰小兰，阿正送了条贵重项链，晚上还提出要继续玩乐。小畅等到晚上也不见小兰归来，他还天真的以为小兰在加班，一直到深夜小兰才回家。他发现了小畅准备的礼物，打开一看，竟和老板的礼物一样。他忍不住傻笑起来，这既是对自己魅力的自豪感，也讽刺了丈夫的天真。小畅和阿明喝酒时，还问阿明的妻子怎么过生日。阿明对此很鄙视，你当着我女友的面秀恩爱，我怎么受得了？他想着这个，不小心撞上了人，然后看到一个女人搂着那人。女人一转身，他发现那女人是小畅的妻子小兰。这一幕让阿明震惊，久久无法平静。回到家以后，阿明纠结该不该把这事告诉小畅，毕竟小兰对小畅太重要了，自己怎忍心揭露这残酷的事实呢？但小畅对他也很重要，他怎能眼看着朋友受欺骗？最后他决定把真相告诉小畅，你老婆刚才在那家店里和一个西装男一起，看着不太像普通朋友，肯定有点什么。小畅怎么可能会信？还说小兰正在加班，不可能在那种地方出现，肯定是阿明看错了。他还强调自己与妻子感情很好，他的妻子不会背叛他。阿明离开后，小畅自我安慰，夫妻是建立在信任上的。此刻却在酒店里，小兰真的在和老板加班，哭成泪人。小兰对丈夫的评价也说出口了，觉得丈夫太温柔，不够满足自己。晚上时分，小畅刚做完晚饭，小兰回家了。虽然不太信朋友的话，但回想最近的种种迹象，让小畅也不自信了。后来他提到今天去的酒吧，
后来他发现小兰的眼神里竟然带着闪躲，虽然只是一眼，但已足以说明妻子出了问题。接着小畅提议一起拔萝卜，小兰却说那不过是穿针引线，还说自己工作到现在太累了，暂时没那心思。小畅很是惊讶，毕竟这是妻子第一次拒绝。睡前小畅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小兰坚决拒绝，还抱怨说我都睡着了，你突然叫醒我，就为这事？你可能不知道，你在家工作完回家后第二天还得早起，我想多睡会儿补充体力时，能不能多顾及我一些再说话？小畅也非常后悔，老婆工作辛苦，自己竟然还怀疑她，于是打算明天亲制蛋糕给小兰庆祝生日。第二天，小兰直接去找了老板，并报告了昨晚的事。老板听后觉得小兰这做法容易引发怀疑，于是小兰说，那我先跟你合作，再跟他合作，真是太狡猾了。接着小畅辛苦地做起了蛋糕，小兰也辛苦地做 AI， 可说是人人都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。小兰完美展示了模范妻子的标准，万一我真的出轨了，那不也是你的问题吗？你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借口吗？女人出轨了，竟然还埋怨是因为丈夫不关心她，说自己是迫不得已才出轨。小畅本不想闹僵，因为律师告诉他绝对不能提妻子出轨的事，但妻子高傲的态度让他忍受不了，这就是他失言的原因。他很恨自己总是冲动行事，但小兰坚称自己没出轨，反倒是你小畅，你总说爱我，但至今还保留着亡妻的耳钉，你不也是把我当作他的替代品吗？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背叛吗？这让小畅感到困惑。你不是说过忘不了也没关系吗？还说要重视曾经相爱的人，但小兰现在却不承认他这么说过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没有对吧？想想也觉得很奇怪，老是看前女友的东西的男人最糟糕，这不就是出轨吗？最后小兰还叫小畅自己看看哪里错了。听到这些，小畅只觉得大开眼界，完全没想到妻子竟然无耻到这种程度。后来他又联系了自己的律师，不知怎地，他心中满是愧疚，毕竟他带着已故妻子茉莉的耳钉。律师表示同情，理解他们本是誓言相守的伴侣，却变成了对立的对手，这种转变谁都难以立刻接受。小畅这次又一次心软了，但随后的事让他下定了决心。这天正在洗碗的小畅忽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他打开后发现竟是账户，一看竟是银行通知扣了150万，这让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些钱是我几年来辛苦赚的，结果现在被老婆花光了。他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，脸上却满是幸福的笑容，趁这钱还没被人花掉，我得好好管理咱们的共同财产，不想损失一丝一毫，更不愿支付赔偿。为避免后续麻烦，小兰直接找上阿正，先灌醉他，再捆住他的手，接着温柔地迫使他表明要离婚，还录下了阿正的话，并策划接下来的动作，这样就有了阿正的离婚承诺。我得想办法把错怪到阿畅身上。而小畅原以为妻子花光积蓄已是底线，没想到妻子竟把和阿正的亲密照发了出来。活这么久，终于找到真爱，每天都很感激。小畅再也忍不住了，所谓的天长地久、一心一意，全都是骗人的甜言蜜语。然后小畅去了妻子的公司，向高层举报了阿正和妻子的龌龊行为。后来阿正被叫进了办公室，小兰以为阿正要升职加薪，便兴冲冲地跑去分享喜讯，谁知高管开口就是批评，并展示了小畅提供的照片。阿正原本以为会被解雇，但只受到了口头警告，这让他总算是松了口气。小兰却被调离了原岗位，他还大胆地向同事小高提议和阿正结婚，居然还发动态，真是超自信的。开玩笑，他心态太棒了。一会儿小兰就提着满满的大包小包回来，还大方秀出自己的战利品。小畅责怪他差点花光所有存款，小兰却说那是两个人的共有财产，自己有消费的权利。小畅实在受不了，说你明明已经出轨了，连一点点愧疚都没有吗？但小兰坚称这不算出轨，因为他和阿正是真心相爱，真爱在一起怎能算出轨？他还说他有权去追求他想要的生活，为什么小畅不能理解支持呢？毕竟我们是夫妻一场，你应该考虑我的幸福感受。连妻子的幸福都不支持，
那你真是最糟糕的丈夫了。小畅听了这话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对他最后的情感也烟消云散了。兰子，我再也不会手软。你见过这种只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吗？原本决心要和女人断绝关系，但女人仅用一招以凶论，男人便又一次俯首帖耳于他。男人叫阿正，已有个温顺贤惠的妻子，却常与下属小兰欢笑玩乐，对家庭琐事置之不理，甚至对妻子森子家暴。忍无可忍的森子终于决定离婚了。在小畅的协助下，她找到了丈夫出轨的证据。当天，正带孩子的森子接到阿正的电话，阿正怀疑森子抱了他，还威胁说他要是离婚的话，所以孩子会被阿正带走。因为森子既没工作也没能力抚养孩子，但森子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他已找到工作，还安排好了托儿所。见森子认真起来，阿正立马软了，又开始求他不要离开。但森子对这个伤害他的人彻底绝望了。后来两人在咖啡馆见面了，森子直接拿出离婚协议。阿正看到妻子这么坚决，连连道歉，还浪漫地说：“我昨晚仰望星空，看到满天星斗，突然有颗流星划过，我立刻许了个愿，希望能和你重修旧好。”森子看到这番举动，满脸疑惑。即使阿正千方百计挽留，森子还是决定离婚。阿正不想跟妻子分开，于是决定回头是岸，努力挽回关系。为了证明决心，他选择跟小兰断了联系，甚至在小兰到来前先自我鼓劲：“我必须改变，我必须改变。”但是真不知道哪有人选择在垃圾站提分手。果不其然，阿正开口要说分手时，小兰一招就破了阿正的施法，让阿正不由自主落入困境。阿正事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，但是阿正一拉上裤子又硬气起来，于是决定和小兰说分手，毕竟他还有孩子需要照顾。可小兰显得毫不紧张，还说自己怀了阿正的宝宝，甚至拿出验孕棒和 CT 照片证明。阿正看后真的坐不住了，他请求小兰不要生下这个孩子，保证自己会妥善处理与妻子的事，还承诺未来与小兰成婚。见小兰未作回应，阿正便表示自己想单独静一静。接着他与小高开始了新的篇章。小高表明自己并不介意阿正是否离婚，只希望阿正能陪伴自己。对此，阿正感到非常欣慰。然而，放心，我会处理好。真是好运连连。阿正这次彻底垮了，真想问问他为啥每次都不带安全装备。回到家的小畅看到小兰还在，马上请她离开，但小兰说房子是他俩共有的，两人因此大吵起来。一激动，小畅还扔了验孕棒。小畅看到后也开始慌了，这段时间自己根本没接触过小兰，这孩子应该不是自己的吧？但不管谁的孩子，小兰真的怀孕了。出于对孕妇的关心，小畅忍不住说：“怀孕了怎么还喝酒？穿的也不暖和，不能穿高跟鞋吧？你发现没，这孩子是你的，虽然你以前做的不太好，但孩子不应受罪。做了妈妈就要认真负责。虽然我对你有看法，但也不能把孕妇撵走，你就留在这儿吧。谢了。”小畅的体贴让小兰赞不绝口，要是阿正能有他一半的温柔就好了，我也不必这么孤单。后来阿正打来电话说要分手，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妻子和孩子，但小兰怎么可能答应？他还是请他明天到他家来谈谈，反正小畅不在，如果不这样，他就得把怀孕的事告诉阿正的妻子。阿正只好勉强答应来。这件事本来就让他头疼，偏偏小高又不是时候的发来安慰，阿正简直难过到极点。森子也看到了这些信息。第二天，阿正直奔小畅家，要和小兰对峙。但小兰有个大毛病，就爱晒动态。正在和朋友吃饭的小畅看到后气得不行，想不到偷情都搞到我家了。阿明夫妇也劝小畅赶紧去捉奸，正好可以抓个现行。确实当场抓住。想问问各位面前屏幕的男士们，每当诱惑来临，你们能有多少信心保持忠诚？阿正决定要和小兰说再见。这次找小兰就是想正式结束这一切，他保证这将是他们最后一面。但小兰怎会轻易如他所愿？我已在酒里准备了一番惊喜。然后小兰装作答应分手，但前提是阿正得最后一次陪她。此时正和朋友吃饭的小畅
向阿明夫妇透露了小兰的事。阿明的妻子也表示怀疑，怀孕还喝酒和穿高跟鞋。他还查出小兰在二手平台买了验孕棒，发现小兰根本没怀孕。看到这一切，她作为女性也感到非常愤怒。之后，小畅从小兰发的动态中得知了事情，阿正已经回到家了，居然欺负到自己头上。小畅实在忍无可忍，于是喝了杯啤酒就往家赶，还带上了阿正的妻子。站在门前，阿正犹豫了一下是否按门铃，但马上意识到，我干嘛要按门铃？这不是我的家吗？开灯后，他们发现地上有鞋子，看来他们人还在这里。看见床上衣服乱七八糟的，小畅说：“乔小姐，要是我忍不住想打他，你得拦着我。”然后他们在卧室发现了2人，小兰甚至赤身裸体。阿正还想解释点什么，被小畅打断了。这件外套是我第一次赢得设计奖时，父母买给我的。穿好衣服的2人被小畅赶出了卧室，律师也赶到现场了。2人的偷情终于无法掩饰，阿正也在求森子原谅他，声称已决定和小兰分手，早就无法忍受这个拜金女。小畅忍不住为小兰难过，看看你找的是什么货色，最后关头竟不保护你。阿正还在不断道歉。小兰试图做最后挣扎，我们真的相爱，是因为爱才在一起的。什么？他还播放了以前的录音，还说他和阿正是真爱，甚至主动提出离婚，这让小畅也懵了。应该是我们提离婚吧？怎么你还一副求之不得的样子？而且我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怀孕？律师带了验孕棒，结果显示小兰没怀孕。阿正一听气，得跳脚。开玩笑呢，我真看错你了，想通过这种戏码敲诈钱。我太傻了，居然觉得你可爱。你住口吧，忍不住要吐。难道不是你让人怀孕了吗？小畅不想再责怪了，只希望赶紧结束这一切。提议离婚的同时，森子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。结果4人荒唐地结束了一切。事后，森子还感谢了小畅。小兰欲与阿正重拾旧情，但阿正对她深感失望，断然拒绝了。小兰此时觉得万分凄凉，小畅觉得这是他应得的结果，于是再次请他离开。小兰当下气得快疯了，然后居然跑到阳台想跳下去，还埋怨这全是小畅害的。他始终记挂着初恋，甚至梦里都在呼唤初恋的名，这让他心里别扭，才去找阿正。再说，如果没有小畅的阻止，他早就能和阿正幸福的生活。看小兰的样子还不悔改，小畅也不再怜悯了。我已经不再需要你了。看到丈夫坚决的样子，小兰又来试图挽回小畅。虽然此刻的小兰显得很可怜，但对小畅所造成的伤害无法修复。小畅还是决绝地把他赶出门，并在约定的日子里签了离婚协议。令小畅惊奇的是，小兰神情轻松，还很配合地签了名。分家具的时候，小兰也真诚地道歉了。小畅本以为她真的后悔了，可小兰的下一句话又让他的同情落空。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我好像提过我的未婚夫去世的事，那其实是假的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什么？所以你的耳环和你故去的女友，我实际上根本没在意，只是因为你说我错了，我才气话顶回去的。啥？所以我说你梦话里喊他名字，全是假的假的。阿正跟森子也签了协议，阿正还想最后试着挽回森子，并且说了真心话。阿少，我能和你结婚真幸福。怎么说呢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所以我挺担心的。你没工作过，将来怎么独自生活啊？显然森子不会再相信他的谎言。森子刚走，阿正立马找到小高，小高也说他不介意阿正过去，现在他只想和阿正好好相处。没想到这渣男最终还能有这种结局。至于小兰，他又觅得新的仇人，正好被小畅撞见，这让小畅的内疚感一扫而空。